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赤影战士双人合作。一批是评级专家，二批是堂前。双打场面上更热闹一点，但也会遇到一些单打的时候没有遇到的问题，比如刚才二批就被一批坑了一小下。二批是觉得一批会 A 一下，结果一批跳走了，导致自己被杂兵打到。看起来两个人一个是用锁链，一个是用刀。我小的时候是习惯用锁链的，刀这个武器我用不惯。刚才二批又被小坑了一下，可能他是觉得 BOSS 就剩下这么2-3滴血了，可以拼一波。但是一批觉得还是稳妥一些比较好。双打的时候，除了遇到想法不一样之外，还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移动的时候，卷轴的前进不一定以你为参照物，所以敌人出现的节奏以及你进行躲避或者攻击的时机就不一样。这个地方一批就跳走了，二批想打一波。刀这个武器虽然平 A 范围比较远，但是它无法向上和斜上进行攻击，存在攻击的死角，所以这也是我不爱用刀的原因。我小的时候就注意观察到了，身边的小伙伴有喜欢用刀的，也有喜欢用锁链的，好像喜欢用刀的更多一点。双打的话，两个人可以一起吃到回血道具或者是攻击类的道具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叫做发射者。这里二批直接续了一个大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很多次这款游戏，但是关卡的名称和 BOSS 的名称始终没给大家交代啊。这次录制呢，就给大家翻译一下资料。游戏一共是5个大关，其中第1个大关是港口，现在的第2大关是地下水道。这款游戏的正版卡带是带有官方的说明书，说明书上就包含了几个杂兵的名字，以及第2到第5关 BOSS 的名字。所以第1关的 BOSS 名字我也是找了一些资料。我觉得发射者这个译名还算是比较贴切，大家想一下它的攻击方式。后面 BOSS 的名字翻译主要是以日版为主。这款游戏与魂斗罗其实没什么关系，它的名字就是盗版商牵强附会，想蹭一个热度。赤影战士这个名字更多应该是来自于美版。这个地方两个人想一起捡到这个回血道具，但是啊，两个人一起捡到这个道具有个前提，就是道具爆出来之后，你们2个都在道具非常近的距离之内。这样其实对你打开宝箱的方式是有要求的，你需要手短一点。但是刚才两个人手上都是有道具的，这个攻击距离就比较难掌握了。这个地方别的道具无所谓，雷一定要拿，利用它可以秒掉本关的 BOSS。
打这个 BOSS 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，你的第一次跳跃肯定是跳不高的，你需要再跳一次才能够跳上上方的平台。差了一滴血，这个血量没有算好。如果刚才掌握好节奏，把第3发雷扔出去的话，那直接就可以把 BOSS 带走了。这个 BOSS 叫做沙烧坦克戈巴，虽然体积非常大，应该是本作里面体积最大的 BOSS， 但如果你手里有3发雷的话，他实在是脆的不行啊。这个地方夸张了呀，确实是有一个回血道具，不至于放大吧？真的是任性。第3关的关卡名称叫做街道，听起来关卡名称都平平无奇啊。这关其实有一个隐藏的难点，就是你如何去处理手上这些道具。比如刚才这一下，把对面的回旋镖打下来了，结果正好是从梯子的位置落下来，就砸到自己头上。这种事情我小时候也没少干啊。哎，刚才EP掉坑了。EP 掉坑这个现象，如果你是单打的话，你完全是遇不到的。因为以你自己为参照物，你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上方的怪还没刷新呢。但是双打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，小伙伴走得太快了，你还没有跳过这个坑啊，敌人已经刷出来，直接就被击落。这个回血道具2个人都拿到了，但是又没有想到一起去啊。1P 是想跳过去就算了，2P 是想打。第3关的 BOSS， 这个家伙美版的名字叫做黄金武士，日版的名字叫做五鬼。大家听一下2个版本的名称，感觉美版的名字要更加贴切一点，日版听起来就有点中二了。BOSS 的血量开始下降之后，他在刷上来的时候，跳跃的高度就比较低了。前一阵子我群里有一个小伙伴发了一个截图，就是他玩赤影战士打到这一关， BOSS 的组件落下来还没有组合好的时候，他就把 BOSS 肚子那一块给打爆了，结果 BOSS 也组合不起来了，而且在那儿一动不动了，游戏就卡在这儿。这个事情我小的时候也干过，当时就好奇，如果 BOSS 组合之前我把它干掉的话会怎么样。后来就知道会怎么样了，重来呗。这个地方又是对2个人的默契度一大考验了，到底是往前冲还是慢慢打。很明显刚才第一波2个人就没想到一起去，后面倒是统一了思想。不过1P 的站位比较靠后，还是被敌方碰到了。2P 由于受伤，他的刀光攻击距离已经下降了。第4关的场景是敌方的空中要塞。这款游戏1P 的角色叫做疾风，2P 的角色叫做风。故事讲述的就是2个人合力击败邪恶的加尔达皇帝的故事。游戏的名字美版是《 King
暗影忍者，在欧版的名字是蓝色影子。这就是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。游戏日版的名字实际上叫做《暗之试试人影子》，所以3个版本里边没有一个版本提到了魂斗罗的字样。这款游戏和魂斗罗唯一的关系，应该就是开发人员当中有之前魂斗罗开发组的成员，应该是对老东家待遇不满，离开了。这个老东家指的是哪个厂子？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就成了呀，我可没说呀。刚才2P 是利用了 bug 从上面翻过来，1P 的运气不好，等他来的时候，这个节奏啊和单打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说有点慌了，被对面的武士一刀给劈到坑里，没有跳上来，这个血量损失的不小，不仅挨了一刀，还掉到了坑里。站在边上把人物卡上来，这个技能我小的时候就学会了。这里2个人好像又没想到一起，2P 好像又想要利用 bug。果然，1P 是想要控制梯子的位置，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打法。2个人合作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，除非是特别默契，在一起玩得久了。但是现在啊，能够双打这款游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2P 留了4发雷，那应该是想把 BOSS 在这儿秒掉。这个地方2个人配合的还不错，一个负责扔雷，一个负责控制。这个 BOSS 日版和美版的名字都一样，叫做霍克舰长，指的就是敌方的这个空中战舰。第5关场景叫做大要塞，这也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2P 也换了鞭子，不知道后面他会不会再换成刀，我估计是会的。刚才这个地方又是由于2个人节奏不一致，导致2P 吃了亏。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，1P 是评级专家，他就喜欢速通啊。刚才过雷那几下就是速通的打法，但是非常明显，2个人玩你是不能长久这样干的。2P 的血量不太乐观了，但是不需要担心啊。像这种级别的选手，血量越少，他就越谨慎。刚才第1个雷竟然没有引爆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前方这里我估计2个人会有一个难受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单打的时候好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。
但是双打你就需要迁就一下，想的就更多，而且你遇到的状况都比较新。好家伙，EP直接跳坑了。这种级别的失误你是很少在这个级别的高手身上见到的，但也能够理解。我小的时候就很少有游戏水平能和我保持差不多的小伙伴，所以有些时候是想两个人玩更热闹一点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玩了一阵之后就被拖累的不行啊。这倒不是说和我合作的小伙伴水平不行，其实人家自己玩也能够一命通关，但就是双人合作的时候，经常性的两个人想不到一起去。2P 现在剩下了2滴血，这个地方两个人打的有点混乱。EP 的锁链不是满级的，正好有一个攻击盲区，打不到刚刚那个杂兵。看这个血量，两个人都去拿血吧。看血量算是一个满状态，但武器的话，EP 的锁链是不满的。这个 BOSS 两个人打也有比较难受的地方，就是他向下扔手里剑的位置你不大好掌握，单打的话当然好判断。刚才这下 EP 就判断错了位置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瞄准谁的呀。这次又是2P 被坑了，这个难免。哦，刚刚这一下高级了，两个人想到一起了，碰了一下 BOSS 的血，等 BOSS 跳到右边之后，两个人集中输出，甚至都没有躲呀，就是拼了。这样的话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《赤影战士》双人通关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